妈妈，牛来！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6号。最近有一部非常炸裂的国产动画电影火爆全网，大家一致评价烂片。有人说去电影院看这个跟把钱撕了有什么区别？电影没有宣发，没有路演，静悄悄的上映了，它就是牛来。据说是60后的母亲和儿子2个人花了5年的时间纯手搓出来的。上映9天，票房只有7352元，但第11天，也就是8月15号，奇迹出现了。因为前一天8月14号，牛来票房7352元，没有万之类的话题冲上热搜，大家抱着猎奇的心态纷纷买票观看。这种无厘头、粗糙、笨拙的效果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于是在朋友圈、抖音、微博各大媒体疯传，所以票房持续暴涨。到现在下午3点40分，我做这期节目，猫眼实时票房是446.5万，平台预测票房可能会达到1837万。一起来看看网友的评价是怎么样的，直接看视频。如果你看不懂牛来的爆火那你就很难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和这个时代。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场无厘头的互联网玩梗，但只要你扒开它的幕后就会发现他用最粗粝的事实狠狠地击穿了整个行业的精英神话。全片没有任何专业团队，主创就是一对普通的母子，儿子信宇萌包揽了导演、建模和剪辑，60后的母亲孙丽芳负责编剧配音，出品公司前身还只是一家小装修公司。这个母子俩呢，硬是在家里纯手搓了整整5年。关键是他给全社会做了一次彻底的行业科普，就是国家电影审查是不收任何官方费用的，而且审查只看合不合规，根本不管你技术有多简陋，画面有多粗糙。也就是说，普通人把梦想搬上全国大银幕门槛根本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虽然他的发行方朋友看完成片劝他别上，虽然上映前10天全国总票房才7000多块钱，但是当全网热度一爆发各大院线连夜紧急加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不惜跨城驱车几十公里去影院打卡。说到这儿你才能真正看懂这届年轻人到底在狂欢什么。大家买票进场根本不是为了看一场完美的动画，而是因为这个毫无包装的毛坯房电影恰好成了年轻人反抗虚伪精致的一把武器。你看这几年的热点就会发现，为什么李小冉随性唱2句歌能圈粉无数，为什么赵露思开直播毫无偶像包袱的唠嗑能疯狂的吸粉，因为大家早就看腻了那种精修到假面的完美人设，渴望看到有血有肉的活人感。这个活人感呢，在当下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人们正在和一种完美逻辑发生对抗。 AI 的发展太快了，它所指向的方向本质上是一种趋近完美的能力，更标准的表达，更高效的生成，更稳定的输出，更少的错误和偏差。它在不断的逼近一种无瑕疵的理想结果。但是人呢，恰恰相反，人开始本能的反向移动，去拥抱失误，拥抱卡顿，拥抱不合逻辑的情绪波动，甚至拥抱那些说不清楚、做不完整、带着缺口的表达。因为在一个越来越接近完美答案的世界里，人反而需要用不完美来确认自己仍然是人。再看当年那么多年轻人疯狂追捧的网红郭老师，哪怕他后来开个奶茶店，都有无数人不远万里排队打卡，本质上也是在借他的粗粝和荒诞，狠狠地撕碎那个处处端着高高在上的精英假面。现在的年轻人每天在现实里被各种规则和精致主义压得喘不过气儿而抽象就是大家最安全的情绪解药。牛来带着一身毫不掩饰的笨拙直接杀进大银幕正是因为这母子俩用5年笨功夫打破了我们脑海中原本高不可攀的行业壁垒，年轻人才会用真金白银完成这场集体的行为艺术。所以说，看懂了这堵被普通人徒手砸开的精英高墙，你也就真正看懂了当下的年轻人和这个时代。旷世神作，我觉得就是动画界的奥德赛，又哭了又笑了，又哭了又笑，被那个牛妈妈感动了，知道吗？这是一部值得你看完之后起立鼓掌的电影。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散场的时候听到大家一起的掌声，还有欢呼声。这个事情如果继续发酵，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故意做烂。因为市场会发现，好电影需要几千万的宣发费，而烂到离谱可能只需要一个热搜。如果有人开始故意模仿，做一个极其粗糙的东西，制造争议，让网友嘲笑，形成猎奇，转化票房，那么就可能形成新的流量套路。所以牛来最大的价值之一，其实不是告诉电影人电影可以做得很烂也能赚钱，
而是告诉电影行业，互联网已经能够把负面评价转化为一种流量资产，这才是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是我不认为牛来意味着烂片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牛来能够火爆，恰恰是因为它是极端案例。如果以后所有的电影都故意做得很烂，第一部大家会觉得新鲜，第二部大家会觉得好玩，第10部大家就觉得无聊，第100部就没有人看了。因为猎奇的本质就是稀缺，一旦烂成为标准化产品，烂本身就失去了传播价值。所以牛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概率黑天鹅式的传播事件，它可以复制机制，但很难复制结果。总结来说牛来不是一部烂片逆袭的简单故事，而是一场由网络猎奇、集体玩梗、反精致心理和社交传播共同制造出来的群众性观影实验。它真正卖出去的实际上有3个东西。第一就是电影本身，这是最传统的消费。第二是我一定要看看有多烂的好奇心，这是猎奇消费。第三是我也参与过这个网络事件的身份认同，这是社交消费。而第3个才是它突然爆发的真正燃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过去电影是先有作品再产生话题，牛来却是先产生话题再制造观众。这可能才是牛来这个案例真正值得写进中国电影传播史的地方。它甚至提醒整个电影行业，未来一部电影最宝贵的东西未必只是好不好看，而是有没有能力让人产生我必须去看看的冲动。而牛来恰恰用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把这个事件演示了一遍。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虽然现在经济下滑，裁员降薪，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但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一定能找到出路。2个人的团队，牛来的导演和编剧都不是科班出身，据说是干装修的，跨领域做电影意外走红。当然我不是怂恿大家去拍电影，牛来爆火是个极端案例。我想说的意思是，当我们人生遇到低谷、挫折、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自己。俗话说，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光。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